下位男嘉宾杨泰勒，24岁，来自美国，是环保分析师。大家好，我叫杨泰勒，今年24岁，来自美国的 Nashville, Tennessee。现在在上海跟一个环保公司做分析师。说话的时候干嘛眼睛要这样，面部表情那么辛苦？有一点紧张的，就自然的反应。没事，说说你的爱情宣言。说我爱情宣言啊，我给你们写了一首歌，行吗？你写了一首歌是你的爱情宣言？对。哦。Smile, the wrinkles in your dress remind me of a film that I once saw. And when you move across the room, all the lights somehow find their ways into your eyes. So will you dance with me? Oh, please. Take your hand and place it into mine.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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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Oh.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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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Whoa, whoa, oh.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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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真不错，78票。好，这首歌究竟是写给谁的？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是有目标的啊！来，悄悄的告诉我，请在手机上按一下这个人的号码。别说，就摁。哦，他选择了这位啊。那这样，咱们来看看电脑认为你跟谁更合适。来，请你摁一下这个。哎，好。OK， 你别看啊，我不看。哦，好了，那我们来看看女嘉宾对于她的第一印象。男嘉宾你好，你好。首先表扬你一下，你歌唱的太好听了。就是你的爱情宣言，我没听出来是啥。说我这首歌是去年在我北京的一个乐队一起写的。再一个，我给你提一个小小的意见，因为我觉得你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都很丰富，但是你注意不要挑你的眉头，因为我觉得抬头纹会显得很重。OK，Thank you，Thank you。You are such a boy in my mind. I like. Thank you, and you are a beautiful girl as well. Oh, thank you. 男嘉宾好厉害哦，然后你的那个 ABC 腔好重哦，还有就是你的那个什么乡村音乐唱得很好，谢谢。而且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很清新，我很喜欢，谢谢。男嘉宾你好，嗨。其实刚才你走下来，我说了一句话，我们这边和那边的姐妹全部笑起来了。其实我说的是这样一句话，我说这个男嘉宾绝对是1.72米的身高，因为他和罗老师一样高。差不多。因为现在陆老师都成了一个标准的量身高的一个，就我们目测过去都知道是多高了。差不多。真的，前面看的是一模一样的。对，一模一样，前面看起来。差不多。因为这个男嘉宾的头发做的比陆老师要高一点。我这个头发不是做的哦，这个头发是自然卷的。哦。他们对，后面还想给我做一做，我说最好是不要的，然后自然一点。对。哦，我也是自然肥的。自然一点的，对啊。男嘉宾你好，前面他们女嘉宾都把你该夸的都夸过了嘛，那我也就不夸你了。我只是想觉得说，做你那首歌的女主角应该会很幸福吧 ？Yes, I hope so. I hope so. 希望是这样。Hi, nice to meet you. Very nice to meet you as well. Yeah, 我觉得男嘉宾的这个表演非常有大明星的气派，像王力宏的那种感觉。Thank you, 谢谢。谢谢各位女嘉宾，那我们来通过 VCR 继续加深对她的印象。
大家好，我叫杨泰勒，今年24岁，来自美国的 Nashville Tennessee， 现在在上海，在一个环保清洁能源的一个公司，做分析师。我父母2个人都是艺术家，都是搞音乐的。我爸是拉中提琴的，在我们那边的 Nashville 乐坛拉到在中提琴。然后我妈是弹钢琴的，钢琴教授。我弟弟现在亲弟弟20多岁了，他也是拉大提琴的，所以就现在我一个人不是把音乐当成专业，但是现在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爱好吧，也蛮喜欢画画的，这个就是也能说是自学的吧，家里挂的那个画都是我慢慢的学会画的，有空的时候啊，经常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去打保龄球啊，这边上海保龄球馆蛮多的，蛮好玩的。我家庭是蛮开放的，他们就是希望我找一个比较懂事的、有礼貌的、独立的一个女孩子。我对女孩子真的是就是长的样子真的是不怎么挑剔的，就是有一点那个感觉就行了。好，来继续翻开扑克牌，看看还有什么特点。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本科，是做环境分析师的，年薪现在20万。耶鲁大学可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进去这个学生呢有一个特征，比如说你的出身门第、你的身份，这是他排定学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对吧，小杨？是的啊。目前在上海工作是吧？对，现在在上海工作。哦，准备留在上海了吗？对，打算在这几年里面肯定会在上海发展了。你家庭原来是从上海出去的吗？对，我父母本来都是上海人，他们是81年移民到美国去的。哦，那你生在美国？对，出生在美国的。哦，那真的是 ABC 了哈。这个音乐世家，刚才说了，这个又会大提琴，父亲做大提琴，母亲弹钢琴啊，特别爱做饭。有这个愿意这是你最拿手的这个做的菜是吧？叫红烧蹄膀啊，做的特别好吃的。哦，下次给你做一下。哦，你在美国的保时捷，你还愿意做中餐？这个就是我到大学的时候啊，以前我老妈怕我到大学没东西吃啊，所以就1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怎么做菜啊，对吧？然后就慢慢多学一点。哦，恋爱过2次。找过美国人和混血人，是中美混血没有，是一半是日本人，一半是白人的。哦，对，这个长辈呢，希望他在2到4年内能够结婚。你说你父母希望你在2到4年内结婚吗？那你自己希望吗？毕竟你现在才24岁嘛。我真的是说真话的话，我想30岁以前结婚嘛，因为我是蛮喜欢孩子的，对吧？但是真的不想当一个很老的一个爸爸，对吧？所以等到33、34岁的时候结婚啊，然后生孩子就已经差不多不行了吧？那走不动了。是，陆老师，你可以，我早就不行了，那斌你好，我问你一个我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的，在美国像我这样的胖女孩愁嫁吗？我觉得你长得特别美 ，You're very beautiful, You're absolutely beautiful。你把我娶回家呗。我可以给你介绍我很多那个国外的朋友，他们。那你是说你就这样拒绝我了？没有 ，no， 没这样说的 ，no， 没这样说的。哦，我不喜欢你了。What? No, really? 你跟他们搞脑子搞不过的，就是时刻要当心。男嘉宾，你就是传说中下得了厨房、供得起楼房、斗得过奸商、打得过恶狼，只要你抵得住诱惑、哄住上海丈母娘，你就可以娶回一个上海的小姑娘。Yeah, maybe. OK。男嘉宾你好。你好，嗨。就是我认为无论多浪漫的爱情，最后一定都是落实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我也认为要成为一家人，一定要在胃口上特别的匹配。那我想知道你从小生活在美国，现在你的家庭呢？你们主要是以吃中餐为主还是西餐呢？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都在家里吃饭的，对吧？然后我老妈跟老爸2个人都会很会做菜的，大多数都是吃中餐的，但是因为我父母在美国已经快有30年了，所以他们西餐的拿手菜也有的。男嘉宾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提到说你目前在上海工作啊？对。以后就定居在上海吗？
这个问题是比较难弄的一点，因为我是想在这几年待在上海的，对吧？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很稳定的，很喜欢的，同事也看得特别好，对吧？但是以后我就是很想就是出国读研究生啊，但是就是再过几年的时候，因为我亲戚都还在上海，对吧？就是我父母跟亲弟弟在美国的，所以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对我行业、对我这个生活上面的地方是可以收的，也。好 ，Thank you。好，那我们就要来为他投票了。各位女嘉宾，愿意支持他吗？3、2、1，请投票。好的，那还有很多女嘉宾继续为你保留着扑克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是你了解他们的时候。你想了解哪位选看他的 VCR 来告诉我。我们说9号吧。9号，来看一下赵杰的 VCR。Hello， 大家好，我是赵杰。很多热心的网友，包括微博上的一些朋友都在问，很多期百里没有看到我，都问我干嘛去了。因为我主要的职业其实还是在做证券经纪人，然后我准备换一家新的券商，然后手头上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处理，因为毕竟还是需要对自己的公司和客户都需要负责任嘛。我一直很希望以后交男朋友，他的爸妈一定要非常喜欢我，能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因为这样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说，我就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因为我是值得拥有幸福的。接下来时间你还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了解女嘉宾，你想了解1号，6号，10号。什么问题？请告诉他们。什么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机会，在世界历史上跟一个人吃一顿饭，你会选谁？活着、死的，都可以。死了你也能选？能选的，能选的。哦，好，就历史上啊，光是跟巴菲特这样的这个午餐是吧？然后语言这方面的东西都不需要管的。好，就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选择一位跟他一起共进晚餐，你会选谁？我可以选我过世的家人吗？可以的。那我觉得我会选我过世的家人。谁啊？我的外公，因为他在我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对他的印象很模糊，很想念自己的外公。我觉得我想要跟莎士比亚还有张爱玲，我想问张爱玲为什么要写了那么多故事来残害我们？如果是我的话，我想跟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他们吃饭，因为我想跟他们讲以后不要发明那么多公式，因为读书的时候真的背死了。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很有意义哈。那我想问一下这杨泰勒，如果你要选择一个人吃饭，你会选择谁？对我这个问题想了蛮长的时间啊。决定是在 Paul Newman， 他是一个50年代、60年代的一个好莱坞的那个演员啊。我觉得他保罗·纽曼。对，就是的，拍的电影特别好看，就是片中片啊，这方面的东西电影特别好看的。然后我就是觉得他很有那个男子汉的那个气，对吧？对，所以肯定跟他就喝啤酒，吃一顿饭。哦，对。好，看似跟爱情不相关的一个问题，不知道他问出来是什么目的啊？那问题也问完了，现在有7张扑克牌，所以你最多可以提7个基本要求，请提第一个。OK， 第一个要求就是以后的家庭啊，不能养猫的。我对猫特别过敏的，死人的那个过敏啊。有猫过敏，有一种病叫猫过敏。对，就是那个毛啊特别细。真有这样的病？猫过敏就是因为猫身上的那个毛和猫身上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会有些人特别敏感。要养猫的请翻牌。没有啊？有。赵姐养猫啊？没有啊，我对那种毛茸茸的小动物就特别有爱。猫过敏，狗不过敏的。我狗不过敏的，狗不过敏的，小兔子也不过敏的。对。小鸟也不过敏的，就是猫。可是猫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它姿态特别优雅。好，来，那下一个要求。下一个要求就是每次出门啊都要打扮啊、化妆的也很正式的，就是请翻牌。花很多时间在打扮上的女孩子请翻牌。出门以前，我怎么不太相信呢？我觉得你们在出门前都会打扮很长时间。
要么就说他这个小伙子太有吸引力了，所以大伙在这个问题上宁肯减少一点打扮的时间。好，来下一个要求。对吃的东西很挑剔的，请翻牌。好，安娜和徐敏杰。安娜和徐敏杰，你们俩怎么挑剔了？你看我这体格就知道了，我就是挑食挑出来的。其实我对美食还没什么很挑剔，但是我对有些食物是不能吃的，比如说什么生的，还有葱啊、姜啊这种东西都是怎么样都不能碰。葱不能吃的？对，不能吃。你就旁边吃的，还是扔出去了？这我根本就不放。如果说我的食物当中有这东西的话，整个一碗我都不会去碰。明白了。好，下一个要求。后面真的没什么要求。没有了，没有，那我们就要请女嘉宾做选择。她没有提满7个要求，但是目前还有4张扑克牌，所以我们要请这4位女嘉宾做决定，是否还要支持她选择她。来，3、2、1。有一位翻过去了。好，那么这3位是坚定要选择她了，有请2号、5号、14号。你好，我叫彭宇轩。我个人真心的感觉，老天非常眷顾我，因为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是第3期录制的节目。我没想到这么快也会出现一个让我心跳一直加速的男生。我认为爱情是2个人慢慢培养的，如果有这份爱，我们可以一起牵手走过我们之后的路。I know I'm not perfect. But when I say I like you, I mean it. It always will. So I will waiting for you over here. 然后因为你讲过你是音乐世家，我大学是学跳舞的，我想把我更女人、更女孩的一面展示给你，不知道能不能让你为我伴奏，为你跳一段舞。可以的。你什么想用什么乐器来帮你伴奏？Gentle music. OK， 可以的。男嘉宾，其实我挺吃醋的，就是我能不能跟你也稍微合作一下？因为我也会跳舞。这节目快改成武林大会了。你自己也可以感受一下。可以的。Yes, of course. She keeps her eyes as black as night now. Pulls those shades down tight. Well, there's a smile when the pain comes. Pain's gonna make everything alright. 非常美，谢谢。我非常喜欢，就是一首歌，不知道你听过没？就是台湾一个歌手杨丞琳唱的《带我走》。对，听过了。但是后来，就是我生命就是人生中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我的感情经历什么，然后慢慢的让我就不再那么期待有一个人会带我走，然后因为。怎么说？我慢慢去了解到，因为人生是自己的嘛，自己的路必须要自己走。对。但是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我看到了你之后，我只想对你说3个字。可以的。带我走。他们刚刚有美丽的舞蹈嘛，跟你合作。对。那我不会跳。我想问你一下，就是我没有谈过恋爱，没有恋爱经历，这个你介意吗？当然可以建议呢，当然可以建议。你介意吗？Do you mind? Oh no, of course not. No. Okay. Thank
挺。sorry 说错了，不好意思啊。好，那我就放心了。然后我想跟你说一下，我为什么站在这里。是因为第一点，你说之前你对女生那些要求，比方说你不喜欢浓妆艳抹，然后你不喜欢挑食，你知道吗？这些我跟你很相似。你的要求很符合，就是我不用改变什么，我本身平时就很讨厌高跟鞋，你知道，所以我现在很累，然后也不喜欢化太浓的妆。那我想有一个请求啦，既然我不能表演节目，那我们总要互动一下。对。那我们就牵手，然后对视20秒，怎么样？Do you mind? Of course I don't mind. 这个要求真的够积极主动的。接下去进入健康美丽天窝茶庄动情时刻。好，我们现在计时开始。时间到。其实刚才电脑呢为杨泰乐选出了一位，但是他最后还是同意选择跟我们庞博进行20秒的对视。好了，那现在你可以做决定了，3位女嘉宾，你想选择谁吗？之前电脑选出最有缘分的赵杰，会是杨泰乐的有缘人吗？陈瑶和董以轩的比武示爱，庞博主动得到的对视机会，会让耶鲁小王子心动吗？他究竟情牵何处呢？07年的时候是400到500美金一样子，现在涨到快2000了，哇！姐妹们可以大概知道我们男嘉宾的身价翻了多少。天下为女子与小人为难，这没关系。现在你可以做决定了，3位女嘉宾，你想选择谁吗？当然很感谢你们3个，就是那么勇敢下来，就是跟我说真话，真的你们3个长得太美了 ，It's just way too beautiful for me. You guys are gorgeous. 但是我今天上台就是心里有一位，就是特别一位的，但是不是你们3家的，真的不好意思啊，抱歉了 ，sorry。不拖泥带水，直截了当。谢谢各位，请回。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好。他对这位女嘉宾是铁了心的喜欢，对，今天的梦想和目标就是想把她牵走。哎，可是遗憾的是这个，对，可是遗憾的是这个女嘉宾好像没有给你留排到最后。没问题的。这位女嘉宾究竟是谁呢？10号，牛磊。男嘉宾你好，你先让我说2句好吗？可以的。我现在感觉就是一头雾水，因为我之所以会翻你牌，是因为觉得太多女嘉宾喜欢你，因为你真的是个360度很完美的男人。Thank you。我不想跟他们竞争，所以我把你的牌给翻掉了。明白了。那我想问你，为什么会喜欢我，而且还那么坚定？我看你的时候啊，就是有那种我喜欢那个自然美，对吧？然后你说话的那个样子也没那么嗲的，对吧？就是比较成熟一点。我知道我们年龄差不多一样大的，对吧？但是我看你的时候是蛮成熟的。我知道你对韩国的国家、韩国这个文化是感兴趣的，然后这个兴趣我是很能接受的。我首尔去了好几次了，特别喜欢那个城市，韩国菜也做得不错，然后我知道你喜欢Super Junior。Super Junior， 我大学的朋友是他最喜欢的一个乐队，所以我们经常在屋里一起听的，所以我知道你这些兴趣是对我来说是很配合的，然后我就是
没带礼物，对吧？上面没带礼物，然后我说的也没那么复杂，没那么浪漫，但是我真的感觉，如果在这几年里面啊，在上海待着的I mean, I like you. Yeah, I think 我们是有可能会有一个 future 在一起的。So 希望你今天晚上跟我一起牵手。可是我心里还有很多疑惑，因为首先第一点，很多女生对你抛橄榄枝，就像前面妞妞、以轩都说过会喜欢你，然后也说一直有女嘉宾问你 Do you mind？ 你一直说 No。我知道这是一种绅士态度，可是我觉得会给我有不安全感。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是耶鲁大学毕业的，然后对门第的这种观念是非常强烈。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门不当户不对，因为你戳中我一个弱点，就是我的前男友跟我也不是门当户对，因为这个所以我们分手了。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先讲第一句吧。因为我女生的朋友是蛮多的，真的是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就是相信，对吧？It's like a level of trust, right？然后这个好朋友啊，就是女生的朋友只是朋友 ，right？我对这个 relationship 谈恋爱的事情是很尊重的。然后第二句我还是不太明白你，就是门当户对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你的家世要比我好，而且好太多，是这样子。就是国外真的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啊，他们不管是背景是什么样子，家庭是什么样子，那个就在你面前的人就是在你面前的人。我想说，我希望以下几点你可以做到。最后的关键时刻，牛磊究竟还有什么心愿？耶鲁小王子的大结局会怎样的出乎意料呢？在我眼里真的是100%帅哥。我想说，我希望以下几点你可以做到。如果我和你以后在一起的话，不要不接我电话，不要不回我短信。明白了。不要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然后 ，yes。然后，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不要到时候跟我说，我对你感情平淡了，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不要以这种理由来拒绝我，然后跟我分手，不要我，因为我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跟前男友分手的，我觉得很难过。明白了，我肯定不会的，你相信好了。岳磊啊，其实真的，在节目里面，我跟陆老师都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愿，就看到你们幸福的牵手。到这儿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说话，但是今天我们不得不为他说一句话，他对牛磊的选择确确实实是非常坚定的。我以前在节目里也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经历一场没有风险的爱情。但如果说为了回避风险而不开始，那么你永远都不会走出这一步。对。好，那等我一下，我去拿个东西。好，可以了。我是很希望我的男朋友一直把我放在心上，所以我希望把我的照片送给你，你可以随身携带。就放在心旁边哦。直接放心上了。好，我们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天窝茶庄倾情提供的2张张学友香港演唱会门票，以及当晚2间5星级酒店的住宿，同时还将获得帅康厨房电器提供的帅康小厨宝和由老庙黄金提供的精美饰品。你会为了我做
我喜欢做的事情吗 ？Of course， 当然可以。那我要你现在跟我跳 Super Junior 的舞呢？这个是不是 Yes？ 哎呀 ，sorry。OK， 你永远给我跳吧。永远可以的，没啥。欢迎大家收看由电窝风